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问他，不见复得他，连粉丝都还是12人。听到这句话，大家有什么感觉？这句话正是新剧《风起洛阳》先导预告片中的台词。这部剧从开机到杀青一直备受关注。这部剧由黄轩、宋茜主演，目前也刚刚拿上上千备案，说明定档指日可待。而且在桃场 Q4 的排片中，这部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。如今只剩下1个月，大家距离见到这部剧的时间已经可以掰着指头倒数了。接下来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。《风起洛阳》改编自马伯庸的小说《洛阳》，马伯庸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，此前的《长安12时辰》就出自他的笔下。这部剧中他还亲自参与了电视剧的编剧，所以书粉们不用担心小说改编电视剧会被魔改，大家可以放心追剧呀。《风起洛阳》以武周时期为大背景，这部剧围绕洛阳这个六朝古都展开，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，并且造型、服装和道具的设计满满历史感，全方位复刻了盛唐时期洛阳的繁华，讲述了一群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为调查洛阳悬案发生的一系列故事。从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能看出来，这部剧是一部大制作剧，剧中光置景就有100多个，占地4万多平米，演职人员超过650人，造型多达5000多件，筹备期就用了120多天。从预告片来看，就有一种大片的质感。整个片子古色古香，画面中不论是层层打开的莲花机关，还是不断切换的任务画像，都很高级。再加上紧张悠扬的背景音乐，瞬间抓住了大家的眼球。黄轩在剧中饰演男主高秉烛，黄轩呈现的每个角色，每一次都能带给人意外之喜。无论是《妖猫传》还是《山海情》，都给人很大的惊喜。是一个混迹于洛阳底层的不良富帅，这个角色的设定很惨，因为被人陷害，手下的兄弟全部都牺牲了。重点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，压根儿没法复仇。后来莫名其妙被卷入案件中，成为嫌疑人。在他想办法自证清白时，相识了男二，于是2人开始合作并展开调查。男二百里弘毅是由当红顶流小生王一博出演，是这部剧中的智商担当。因为父亲被人无故毒害，所以他一直都想找出凶手，查明事情的真相。王一博这2年可谓热度不下，一直处于流量的巅峰，所以粉丝基数很庞大。他的粉丝在知道他要出演这个角色都很兴奋。王一博的古装扮相谈不上惊艳，但看着很舒服。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个天才，当然也需要演员的演技。王一博的演技还是比较青涩的，但从《风起洛阳》海报里能够看出王一博的能力有所进步，查案时眼神凛冽坚定。王一博从小就在洛阳生活，所以这次也算得上是有部分本色出演，对于洛阳点点滴滴也算熟悉，包括明星流量如此之大，说不定还能带动一波当地的旅游业。宋茜饰演的女主武思月，英姿飒爽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很有看头。世家内卫的出身，为任务调查并接近武艺超群、颇有市井智慧的高秉烛，想要寻取与案件有关的告密信。2个人互相看不顺眼，却不得不捆绑在一起。随着他们对案件的不断深入，找寻真相，进而发现了一个足以毁灭神都、血染洛水的惊天阴谋。对于宋茜的演技，大家褒贬不一，2极化比较严重。虽然拿过金鹰女神，但不代表演技很好。但不得不说，这几年宋茜的演技还是有了提升。同样，宋茜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，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。而且宋茜的加盟也会为这部剧增添一些热度。感觉这几年她的影视作品都以现代剧为主，这次演古装剧也蛮令人期待的。宋轶在剧中饰演洛阳名门望族河东柳氏之女柳然。柳然所到之处，繁香碧小，繁妆碧金，眉心花钿造型古典精致，多款长裙温婉可人。她出身名门，却共情能力强，善解人意，内外兼修，十分具有个人魅力。剧中和百里弘毅是官配，2个人的感情线发展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先婚后爱。柳然和百里弘毅的婚姻虽然是父母之命，但一往情深是柳然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。她从始至终都钟情于百里弘毅，并坚持陪伴他走过每一个困难。这种锲而不舍的态度也是该剧看点之一。剧中柳然将从天真少女成长为高光的女神形象，从最不谙世事的小女孩，最终成长为间接守护神都的一份子。观众可以在柳然身上看到神都女性风貌，感受神都女性的魅力所在。虽然她是女配，但是颜值和演技都一直在线。话说宋轶的古装扮相还是极为养眼的，整个人给人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。她身上的古装造型韵味十足，和百里弘毅简直就是世家贵女和贵气公子的绝美 CP。同时，《风起洛阳》中还有很多的老戏骨加盟，柏林影后咏梅，庆余年中饰演二皇子的刘端端，张西玲饰演的柳湘，高曙光饰演的百里岩，还有施雨饰演的柳氏，还有宇文宏这些演员，每个都是电视剧中的黄金配角，所以《风起洛阳》说是王炸剧一点儿也不为过。最近官方发布了一则告示，似乎暗藏玄机。神都公告分为归藏凤出、工匠解析、揭秘神都3个部分。归藏凤出这一栏出现了群英毕至字样，群英不就是各种角色的意思吗？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栏在暗示角色海报物料？工匠解析这栏出现了能工巧匠字样，这就不用多解释了，
布景、场景、道具、物料即将揭晓。揭秘神都这栏出现了能人开摄像台等字眼，不言而喻。会有专家解析神都背景。告示上的浅色字体似乎也意有所指。浅色字体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乐谱，是唐代的记谱法，区别于当时的半字谱，是用宫、尺等字来记唱名的一种记谱法，有一定的排列顺序。如果按记谱法顺序来排的话，归藏凤出下面是上、尺、宫、凡、四、乙，也就是第1、2、3、4、6、7日将会放出群英币制相关物料，可能是人物海报和视频。工匠解析下面是和，对应的顺序数字是5，也就是第5日会放出能工巧匠相关，应该是置景制作相关。揭秘神都下面是4乙，对应的顺序数字是6、7，也就是第6、7日会放出能人相关的预告，再加上官博发出的预告的时间是12:01，暗示风起洛阳会在12月1日播出，发布日期是11月23日。距离播出还有8天时间，那么合理猜测这些字也都是暗示着物料的放出时间。剧还没播就开始破案了，神都子民不容易。风起洛阳极具传奇色彩，主要来源于马伯庸的东方浪漫主义，其构思为作品赋予了无限可能性。预告镜头内不仅有着当春天地争奢华，洛阳圆苑有分奴的东方古建筑，还有往来于世充满异域气息的商户和百姓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剧中有着兼具古风美感与现代化视觉科技感的信息收集机构联访，水晶吊坠组成的佛头灯立于正中，往来传递信息凭借精巧的机关，看似技能超前，却又显得合理。这就是马伯庸作品的精妙之处。而在故事当中，每个人物也暗藏了东方色彩的内核精神。高秉烛整个人虽看起来破败颓废，却有着与其找证据不如先下手的东方豪侠之气。百里红衣虽不善舞刀动枪，却能从一定能解得出来和甘当幼儿2句话中寻到华夏少年的坚毅和自信。武思月的身上展现着东方女性的飒爽，她对民的责任心，对国的忠心，更显倾国气度。他们3个人汇聚在一起，从形同水火到齐心协力，辨中间，判生死，查真相，补苍生，这背后更是凸显了忠诚、执着、朴实的东方英雄品质。同样是作为马亲王的小说改编剧，风起洛阳肯定会被拿来和长安12时辰做比较。虽然风起洛阳质量口碑都极佳，又有实力派演员撑腰，但是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物料里看出风起洛阳暴露出来的3个大问题。首先就是偷师长安12时辰的选角公式，一个实力派演员加一个顶流小生加女演员。风起洛阳的主演阵容是黄轩、王一博、宋茜、宋轶，可以说基本上能够对标长安12时辰的选角标准。长安12时辰里，雷佳音的演技毋庸置疑，演的张小静既有不良帅的武功谋略，也有身为长安人的家国情怀。雷佳音把张小静这个人物演活了。在风起洛阳里，担当起演技重任的是黄轩。黄轩的演技在近几年一直备受认可，在风起洛阳里，他还有不少动作戏，像是屋顶跑酷、近身肉搏，这些都是他之前比较少接触的角色类型，估计能再用演技圈一波粉。然后是王一博，从预告片来看，武力值不太行。这个角色不仅定位和易烊千玺饰演的李泌极其相似，就连演员的定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次，感情线加码，悬疑线让位，除了在选角上相似，甚至连剧情主线脉络的相似度都非常高。长安12时辰讲的是大唐上元节前夕，长安城里混入可疑人员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死囚张小静临危受命，与少年名士李泌携手，在12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。洛阳的故事背景从长安挪到了神都洛阳，剧情前面小编也提到过，可以看出来2部剧剧情都是差不多的。风起洛阳虽然主线剧情都是悬疑线为主，但是从预告和一些物料信息可以得出，剧集应该会加上不少感情线。不过如果加上了感情线，倒是能够打开不少喜欢看甜宠剧观众的市场，或许能在悬疑线同质化的情况下，让这部剧增加受众也说不定。最后就是导演，这也就是风起洛阳最大的问题。长安12时辰之所以能够拿下8.8的超高开分，剧集开篇长达2分钟的长镜头居功至伟，这个绝佳的长镜头下，长安的繁华尽收眼底，足够让观众开篇就沦陷。导演曹盾是摄影出身，对画面构图极为讲究，特别是在光影上，在他的镜头下，长安表面上的繁华尽收眼底，同时地底下的黑暗也展露无遗。这种反差在画面上给人的震撼很足。而风起洛阳的导演谢泽其实也是摄影出身，之前担任过《后宫甄嬛传》的摄影指导，但真正上手参与指导的作品质量却远不如曹盾。对于风起洛阳，大家期待吗？反正小编已经准备好追剧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